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重点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讨论美国解封了一批重要的白宫文件，针对台湾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在捷克议长率团访问台湾这个重要的时刻，美国要解封一批跟台湾有关的文件？这是我们呢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要跟大家谈一下内蒙古关于中共现在要消除蒙古人的母语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共呢，迫害了新疆，迫害了西藏，现在又开始迫害蒙古人了。那么蒙古人的母语应不应该存在？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好，先说第一个话题，也就是在欧盟成员国，捷克议长率领89个人的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了6天的访问。那么在这个访问之际呢，中共呢可以讲叫恼羞成怒。王毅现在仍然在欧洲访问，他人在德国，就对捷克的议长咆哮着要捷克的议长付出他个人沉重的代价。所以说呢，王毅的恼羞成怒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捷克的议长、对捷克这个国家发出的这种威胁，都显示出中共他现在可以讲叫色厉内荏。虽然你看王毅他去访问德国时候，他表面上多么风光，他摆出一副他大国外长的那个派头。实际上，王毅他内心里面是非常焦苦的，可以讲这一路走来，所有他访问的国家基本上受到的都是不友好的接待。Every single one of you is abou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people who treasure democratic values and feel that they have to protect their democracy. As a great country like Germany, which has been through all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under an extremely autocratic government in the history, they should have the determin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top these wrongdoings from happening i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we fight this long battle together until we conquer, until democracy prevails, and until every single one of us have our freedom and our basic. 除了场外有大量的反抗中共政策、爱好自由和平的中国民众的示威之外，那么接待国的这些外长、接待国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给王毅提出的问题，也都是让王毅很难回答，因为人家问你的问题，要么问香港，要么问新疆，要么问你中国。人家捷克议长去访问台湾，你要人家付出代价，付什么代价？所以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共可以讲叫坐立不安。这次捷克这个议长访问台湾，他实际上就是欧盟盟国里面第一个开始打破中共划定的不允许与台湾有官方往来的这个禁区。大家都知道，上个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他专门访问了台湾，也就是阿扎尔的访问，他标标准准是代表官方的，因为阿扎尔的身份是美国在任的卫生部部长嘛，也就是美国率先垂范，美国第一个做，美国做完了以后，欧盟就有国家跟上。那么欧盟虽然不一定是欧盟的大国，捷克虽然在欧盟不算大国，但是捷克这样去做是因为什么？捷克曾经是共产主义的受害国家，他非常了解共产党的残暴，他今天跟台湾站在一起，他就是表示不惧怕中共对捷克的威胁。捷克的议长说得很清楚，我们并没有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一个中国，你有你的解读，我有我的解读。我认为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才代表了中国。所以说，我们今天跟中华民国发展我们之间的这个官方往来，发展我们的友好往来，甚至有一天我们重新承认中华民国，都是我们捷克理所当然的事。My jsme přesvědčeni, že na základě uzavřených dohod ta naše návštěva nějak neporušuje politiku nebo princip jedné Číny, tak jak ho vnímá a jak je vlastní České republice.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对你是尊重的，也就是我们尊重这一个国家有2个政府。如果你中共最终你跟人家捷克断交，断交就断交啊，人家做好跟你断交的准备啊，所以说捷克就这么去做了。那么就在捷克访问台湾，中共恼羞成怒，不断的暴跳如雷去辱骂人家捷克这个过程中，美国解封了一个重要的对台湾的一项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6个内容。
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呢？是昨天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叫史达伟，他在一个台湾问题研讨会上面宣读了川普总统宣布可以解封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当年里根总统亲自口授，然后呢把它形成了文件以后，放在美国国安部保险柜里面的一份重要文件。这个文件的解封期是30年，也就是30年后，美国在任总统呢有权利宣布解封这个文件。那么过去呢一直没有解封，川普总统昨天宣布解封，那显然就是针对现在国际对台湾的局势，也就是国际社会已经认定台湾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完全有资格参与国际大家庭里面所有的国际政治活动。至于中共划定的那个禁区，现在美国可以告诉中国我们不管，也就是美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这个解封的文件里面简单的讲叫6项保证。这个6项保证是什么保证呢？那么根据已故美国驻中国大使叫李基明，他曾经呢有一个回忆录，他这个回忆录里面记载到，里根总统本人亲自口授起草了美国对台的这个6项保证。这个文件的原始版本呢一直是存在呢白宫国安会的保险箱里面。那么现在解封以后呢，昨天由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叫史达伟，他亲自呢一字一句的做了宣布。那么这6项保证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呢把这个6项内容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6个内容里面，第一条就提到，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一个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就是说对台军售美国想卖到什么时候就卖到什么时候，这是第一项保证。第二个保证就是美国没有同意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面需要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也就是按照中共讲，也就是说你卖台湾武器不能随便卖，你要限定一个截止时间，什么时候就不卖了。第二个，你每次卖之前你要听听我们的意见。美国呢，这个第二条就是说没有同意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出售武器啊，要听从你中国政府的意见，听从你中共的意见，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美国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担任一个斡旋的角色，就是美国没有这个义务，美国也没有这样保证，你台北和北京之间你们互相谈判，你们要统一也好，要独立也好，你们要干什么以后，美国会作为一个第三方斡旋来促成你们的这个意向，没有的，美国不担任这个角色，这是第三项。第四项就是美国坚持他们已经跟台湾签订的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美国和台湾早就签订了几十年了，里根总统重申了美国不会修订跟台湾的关系法，肯定是保证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法一直友好的执行，这是第四项。第五项最重要，第五项是谈到什么？美国从来没改变过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权，美国始终是承认的，这是第五条。第五条是最重要，也就是美国重申美国尊重台湾的主权立场，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身份，美国完全承认，这是第五条。第六条就是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和中共他们之间进行一个什么谈判，这是里根总统亲授的6项保证。这6项保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全部是针对台湾的，对台湾的军售，对台湾和北京之间是否能够谈判，承担一个斡旋角色，这些都已经有了明确记载。最重要的，这个上面的表述，也就是承认台湾的国体，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这个历史地位。这是川普总统解封的里根总统曾经制定的6项保证的一个重大意义。那这个重大意义它能标志着什么呢？也就是目前开展的美国和台湾的官方往来。你看，卫生部长已经到了台湾嘛，那么卫生部长之后可能就有比卫生部长更重要的职位，比方说国务卿啊，比方说国防部长啊，比方说财政部长啊，这些比卫生部长更重要的职位会访问台湾。那么以后有可能是副总统甚至总统都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最终承认台湾的历史地位，承认中华民国，这对于美国来讲不是今天做出的决定，也就是当年在里根总统在跟中国可以讲80年代完全是中美之间蜜月期的时候，中美之间关系非常良好，可以讲里根总统无论是跟当时执掌中共最高政权的邓小平啊、赵紫阳啊，他们这些人的交往中，都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关系当时是非常良好的。即使在非常良好的这个关系过程中，美国里根总统仍然确定了对台湾的这个6项保证。这6项保证实际上就是贯彻了美国一贯的对台湾的态度，也就是承认台湾的主权，也就是承认中华民国嘛。也就是说，到今天，川普总统如果现在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那是美国外交策略的一贯的履行，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不是改变了美国过去的外交立场。没有改变吗？因此来讲，现在白宫解封的这个文件，实际上就是让全世界知道，美国今天要重新重视跟台湾的关系，维护台湾的主权地位。那么，美国和台湾可以发生官方关系，
那么欧盟和其他跟中共有外交关系的这些国家也都可以跟台湾去发生他们之间的官方往来。当大家都跟台湾发生官方往来，所有的工作全部准备到位之后，这时候有可能是欧盟的国家率先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也完全有可能美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地位，甚至把中华民国重新迎回联合国安理会，恢复中华民国5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完全有可能。如果是这样去做，美国承认了台湾，美国跟台湾建交，那么跟中共的关系也就是你中共愿断交你就断交，断交以后，那么中美之间就不是什么脱钩的问题了，一旦断交就肯定形成敌对状态，而这个敌对状态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是完全有理由的。纳瓦罗最近有一个谈话里面说得很明白，也就是美国完全掌握中共向全球释放病毒，这种释放病毒是恶意的，也就是中共他让几十万人逃往世界各地，而这几十万逃往世界各地的人，很多人身上是带有病菌的。这个病菌先传到欧洲，传到米兰，传到意大利，然后传到纽约，传到美国。所以说纳瓦罗讲，我们有绝对的证据能证明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共实验室的。无论是你这个病毒是从实验室里面不慎的走漏，还是说你这个病毒是你中共从实验室里面故意放出来，都是你中共的责任。你中共故意把这个病毒散布到全世界，给全世界造成这个病毒的祸害，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这个事实存在，也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据你中国侵害了全世界，对你进行清算。Mention the viru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ou seem to sugges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unleashed it on the world and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n't have any definitive evidence of that. Yes, we do, Dagan. We absolutely do. Let me make the case. All right? Let me make the case. Whether or not the virus, the China virus, escaped or was let go from a virology lab in Wuhan. We know it started there in November. We know, this is the problem, we know between December and Januar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and in an act of violence to this country, they shut down all of their domestic travel within China, but they le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nationals fly all around the world, some of them no doubt infected, effectively seeding and spreading the world, Milan, New York, everywhere in between, ensuring a global pandemic. So at a minimum,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at irresponsible behavior. And this country is now reaping that Chinese whirlwind in the form of tremendous costs. All of the unemployment, we've se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going to be dying here in America. It's o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last thing I'll say to you, Rasmussen poll, 53% of Americans now wa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be held financially accountable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to us. 那么如果是清算的话，中共肯定是不愿意拿钱，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那么最终美国就可以开展军事打击。这个军事打击绝对不是美国单独一个国家，首先北约的部队就会全部参加，北约一共是30个国家，基本上欧盟的国家都在北约范围内，也就是北约盟军对中共进行军事打击，进行军事侵占是完全是可能产生的。那么这种结果产生，它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分崩离析，中国共产党完全垮台。当中共垮台以后，美国有现成的台湾这个民主制度，可以把台湾的民主制度完全嫁接移植到中国来，扶持中华民国政府，由中华民国政府还都南京，中华民国政府重新光复大陆，这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对未来做出一个什么假设，但是中国共产党受到美国的打击，中共它释放病毒给全世界造成灾难，美国率领的盟国对中共进行清算，这是中共逃不掉的。之所以解封台湾这个文件，就是让全世界都看到美国现在跟台湾建立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已经到了美国有可能重新承认台湾中华民国的地位，跟台湾重新建交，而且这个建交有美国曾经对台湾的6项保证。川普总统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解封这个文件，毫无疑问来讲，就是对捷克访问台湾，对欧盟国家现在跟台湾开始发展各种官方关系，给他一个巨大的后盾，给他一个巨大的支持。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很明确的，美国针对中共、针对台湾的态度。昨天，也就是8月31号，蓬佩奥他在接受华盛顿的一个记者对他的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中共政权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窃取美国数百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川普总统决心肯定要制止这种行为。那么当时节目的主持人就问到，如果美国在若干年内全面禁止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到美国来从事留学和研究，完全阻断他们来美国，这样做是不是更容易、更快的能够对付中共的渗透？蓬佩奥当时的回答是什么？他就说，虽然不能认定每一个到美国来留学的留学生啊，他们都是奉命为共产党来承担间谍工作的，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不算是一种间谍。但是中共因为对所有的学生都进行了监视，而且中共要求这些留学生做中共想要他们做的事，对学生们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早就在国内给孩子们的家长、给学生们的家长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那么每一个到美国来留学的留学生，他们受到家长的压力和爱国的压力，也就是政府号召这些学生，你们到海外要想办法怎么爱国，爱国就是想办法把美国的技术要偷回国家来，这才叫爱国。而且学生的家长也给这些学生施加了莫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要爱党爱国，听父母的话。所以说，每一个到海外来留学的学生，他们在父母和所谓爱国的双重压力下，他们自觉不自觉的都要为中共从事很多他们作为学生不应该从事的工作。所以说，虽然不能认为所有到美国来的学生都是中共的间谍，但是绝大部分的学生，他们都有这种帮助中共去完成中共想要做的事的那种倾向。因此来讲，白宫现在正在评估要不要全面禁止中国到美国来的学生，也就是关闭所有对中国的 F1 签证和 J1 签证。F1 签证是留学生签证，J1 签证是访问学者签证，就是这两种签证完全有可能给美国全部关闭。那么今年5月份，川普总统已经发布了一个禁令，这个禁令也就是禁止跟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任何中国公民，他们持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进入美国的大学搞各种研究。但是呢，美国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军方人员他们会隐瞒身份，现在抓捕的包括唐娟在内的6个中国军方的人员都是隐瞒了身份以后，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进入美国的。因此来讲，川普总统这个禁令讲起来是对中国跟军方有关的人员不准进入美国，但是你防不住有很多军方人员隐藏自己的身份以后，悄悄地潜入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的访问学者给予全面禁止的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接受华盛顿特区电台 WMAL 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考虑全面禁止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来美留学和从事研究。Look, not every Chinese student who is here is working on behalf of or at the behest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it's something President Trump has taken a serious look at. 蓬佩奥说，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共监视，虽然不是正式间谍，但因为要给中共搜集情报，承受巨大压力。That nearly every student who is here is being watched, righ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watching them,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engaged in behavior that's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nts them to do. 蓬佩奥表示，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会有更多消息。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盗窃美国机密、潜逃中国的事件频繁发生。还有些美国教授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将研究发现出卖给中共。蓬佩奥表示，美国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门将联手合作反制中共。今年6月，川普政府下令禁止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访问学者和攻读研究生的留学生入境。根据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的报告，过去10年，中国一直是美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2018年到2019年有将近37万。这是蓬佩奥在昨天接受这个访谈里面他个人的一个讲话。那么在美国的学术界呢，这个讨论呢就很厉害，因为大家觉得中国留学生给美国是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外汇收入的。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的报告，美国商务部它的统计的数据，2018年国际留学生为美国的经济贡献了447亿美元。这447亿美元里面，其中来自中国的至少要占到70%到80%，也就是美国的国际留学生70%-80%都来自于中国大陆。那么如果说是现在阻断中国的留学生和中国的访问学者到美国来学习的话，可能每年就少掉了这400多亿美金的这个收入。那么这400多亿美元的收入对美国很重要吗？蓬佩奥已经说过，一点都不重要。对比美国收到的这个400多亿美元的留学收入和他们盗取的美国上千亿的知识产权来比的话，这个400多亿完全就不值一提。所以美国现在绝对不会考虑因为失去了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留学收入对美国产生的这个影响，而是更多的考虑美国要防范中共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所以就在8月26号，美国北德克萨斯州的中国学生他们收到了校方给他们的一份邮件。这
这个邮件就要求在他们学校里面正在学习的一共还有15个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全部终止他们的留学课程，他们必须在1个月之内离开美国，而且学校立即关闭了他们的电子邮箱和他们学校里面的服务器，他们本人只可以到学校里面拿回一点他们自己个人的物品，在1个月之内必须离开美国。这些学生都是中国公派的留学生，美国已经认定这些公派公费的留学生，他们到美国来从事的是有妨害于美国国家安全活动的这种学习课程，因此美国就对他们进行了突然终止。这仅仅是美国一个普通高校，是北德克萨斯州的大学，还不是美国很多那些知名的我们知道的常春藤院校。也就是说，随着北德克萨斯州这所大学它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更多的美国高校都会停止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到他们学校里面的学习的课程，然后要求他们立即返回中国。好，我们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2个话题，也就是关于蒙古族人民他们反抗中共呢，消除他们的母语。也就是中共啊，现在在内蒙古整个蒙古民族之间，他们推行呢，就是直接只可以汉语教学，减低他们的这个蒙语教学，然后就不让蒙古人他们用他们的母语进行教学，消除他们的蒙古语，只让他们讲汉语。他们对这种蒙古人的这种母语的这个消除啊，实际上就是完全摧毁蒙古族人的文化。这个呢，对于蒙古族的很多学者，他们都非常心疼，因为他们认为中共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对蒙古族人民、对蒙古文化已经摧残的，现在就剩一个语言了。这个语言是他们仅仅保留的唯一的传承他们民族的一个记号。如果中共再把蒙古族的语言强行的改成汉语的话，那么最终蒙古族就被中共完全消亡了。我们蒙古人都不承认这个教学，都不喜欢这样的教学。以前我们学的挺好的，学完了我们谁也没去造反，谁也没去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我们在合法范围内做一个合法的公民，保护自己的母语，这不算犯法吧？检查都来，说你们凭啥这个啥发短信啦、打电话啦、找人啦啥的不行，这是国家政策。咱们蒙古人说不愿意这个教育汉文。作为蒙古族来说，我本人还有其他的很多家长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母语逐渐的被其他的语言去替代掉，我们也会很好的去学习汉语，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学，这个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学生减负这一块他直接用汉语授课，很多蒙族的孩子在一开始很难接受的，很难去消化的，因为家里面母语是蒙语，他一开始接受的都是蒙语，你直接跟他们讲汉语，他不可能懂。这是一个就是文化种族灭绝政策，这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光一个语言的问题。现在蒙古人的传统文化已经基本上就是被中国政府扼杀掉。现在就是剩下的就是一个这个语言，如果把这个语言扼杀掉了，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蒙古人的这个 identity， 所以就是我们就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实行这种文化灭绝政策。可以讲，共产党从他建政以后，已经消灭了很多民族，他们都用大汉族、用汉语的方式，逐步的去同化各个民族，以后把很多少数民族已经消灭了。中共是打着一个中华民族的旗号，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中华民族。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名词，就是中共为了满足他自己专制统治的需要，所以他把中国所有的民族，他把它统一起来，叫一个叫做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哪来一个什么中华民族呢？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蒙古族，无论是藏族还是满族还是回族，这些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经历过几百甚至是上千年的民族发展历史，每一个民族他们从未彼此融入。可以讲，即使在历史上的元朝，也就是蒙古族成吉思汗统治中国的那个朝代，成吉思汗也没有做到把汉族消除，把汉族的语言消除。那么满清王朝也是这样，满清王朝也曾经统治过中国几百年，那么满族人也没有把汉族人消灭，也没有想过要把满族文化去把它强行的统一汉族的文化。因此来讲，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之间它是各有传承，每一个民族都保留到自己民族的特色，很多民族都已经传承了几百上千年。但是中共呢，他就打着中华民族这个虚构的民族的称号，试图把中国大陆境内所有的民族呢全部汉化，最终呢达到呢消除少数民族，实现了汉族大一统的目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共他一个集权的需要。中共你看他一建政，马上就对汉语、对汉族的文字，把这个汉字
马上就进行了简化字改造。他们搞的这个简化字完全是不伦不类，这几十年来可以讲戕害了整个汉语言、汉文化的传承。也就是这个简化字实际上就是对汉族文化、对汉字的一个强行的一个统治的改造。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所谓汉字，统一所谓汉文化，然后消除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镇压完了西藏，他们就镇压新疆；镇压完了新疆，他们就镇压香港；镇压完了香港，他们现在又动人家蒙古族人的手。可以讲，中共可以讲罪恶滔天，对中国大陆境内的50多个民族，甚至很多已经给他消亡的民族，不止50多个民族，中共都犯下了累累罪行。因此，对中共的侵犯绝不仅仅是汉人、是汉族人要对中共侵犯，所有中国的各个民族都最终要对中共进行侵犯。中共就是企图用野蛮去替代文明嘛，中共就用他自己那种马列邪教，用这种马列邪教去统一中国人民的意志，然后他用他的汉语言文化去替代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他强迫维吾尔新疆人、强迫藏人、强迫蒙古族人学汉语，人家学汉语，人家没有拒绝啊，但是人家保留人家的母语不应该吗？你凭什么要把人家蒙古族的蒙古语言去把它消除呢？可以讲，人类文明的发展，它是经历过很多漫长的历史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范例，一个优秀的文明根本不需要国力强大去强加给别人。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因为它特别优秀，所以说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都自觉的去接受了这个西方基督教文化，所以说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那么这种文化的传承是人民自觉自愿的接受，是人民追求信仰的一种追求。而中共呢，中共是要你强行的接受他的马列邪教，强行灌输你汉语言的教学，强行消除你少数民族的文化，强行消除你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共最终就是要达到他共产党这种红色统治，他这种霸权统治。中共就是这样。中共他现在对中国是这样做，中共一旦在世界上搞什么人类民共同体，他最后对非洲的改造，对其他那些弱小国家的改造，他同样都是用汉语言去统治别人，然后最终去汉化别人，然后把这些国家统统本地的民族消除成跟中国大陆一样的这种奴才。所以中共光有14亿韭菜不够，他准备把这14亿韭菜扩大到全球去，把全世界都染红，把全世界都变成他的奴隶，这就是中共的想法。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强大的国家，比方说美国，比方说欧洲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他们都是按照基督教文化来作为他们立国的基础的。他们建立这个基督教文化是因为基督文明它就是能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所以人民是自觉自愿的接受，人民是自觉自愿追求这种信仰。美国就是一个政治难民建立的国家，5月花号就是带着那一批追求自由的人最终航行到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以后，美国的这些先驱们、这些先贤们按照基督教的文化建立了美国这200多年来领先和伟大。所以这是美国它立国的基本，它并没有强制到这个国家里面任何一个其他种族、其他民族的人，你都必须要信奉基督教，你都必须要消除你的语言，你必须只能讲英语。美国没有这样去做，你会不会讲英语随便你，但是英语是美国的国语，你不会讲，你在这个国家你显然就不能融入到这个国家。美国可以讲就是一个政治难民组成的国家，所以说很多人他看不起政治难民，其实美国全部是由政治难民组成的，就包括川普总统，他的爷爷就是德国人，也是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流亡到美国来。美国历史上的先贤，无论是林肯总统还是华盛顿总统，他们通通都是政治难民。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历史上的所有杰出人才基本上都是政治难民，包括我们知道的伟大的科学家，德国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拿的也是政治庇护的身份。当朝第一公主伊万卡，伊万卡的母亲伊凡娜就是当年从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靠移民到了加拿大，最终在加拿大到美国来进行一个蒙特利尔运动会宣传的过程中认识了川普总统，所以川普总统娶了伊凡娜以后，才有了现在当朝第一公主伊万卡。伊万卡也就是一个政治难民的后代，所以说你有什么瞧不起政治难民呢？美国当朝第一夫人梅拉利亚也是来自于前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的。因此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谁能够嘲笑和歧视那些政治难民，因为美国就是一个政治难民组成的国家。美国是在世界上提供那些所有追求光明追求自由的人，让你们自由的到达美国，让你们去追求你们心中的理想的。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所有到达美国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到达美国的人，你都不要自卑，你也不要看不起别人，你需要的是追求你心目中的光明，你需要维护美国制度的伟大，你需要批判的是
专制，你需要的是跟共产党的决裂，你需要的是在你有生之年把你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能够争取在我们这一生中看到共产党的灭亡。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